大帝闻权，暴行万千，以致天神共睹。今日以大帝之血退万千生灵。陈三千，去死吧！只要你死了，大帝之位就是我的了。大帝之资，万古长存。股东来，恐怕想要杀掉他很难吧？不错，如今的他已然与天地同寿，就算你接近地境，怕是最后也只能选择镇压。诸位说的不错，但大帝不死，以他的心性，只要脱离镇压，那我等我有办法斩杀陈三千。诸位可曾听闻大轮回盘？你说的是与天地齐升的大轮回盘？正是，大轮回盘是先天圣物，所以绝对可以斩杀陈三千。大轮回盘会将人三魂七魄都搅碎，直至烟消云散。不错，如意姐姐，难道你不希望陈三魂飞魄散吗？天骄圣王，陈三千可是你亲哥哥，你竟然要将他魂飞烟灭！我没有他那样的哥哥。他抢我至尊骨，若不是我天道庇佑，早就已经身死道消了。哪个哥哥会对自己的妹妹这般无情？既然他无情，那我也无需有意。我要让他死无葬身之地。好，陈三千做事狠辣无情，我等也要对他如此。枉我成就大帝之身，如今看来真的是失败啊！我的至亲之人竟然会这般的恨我。天骄圣王，既然你已请出大轮回盘，那避免夜长梦多，此刻便开始吧。好。大帝，完了！怎么回事？大帝不是被镇压了吗？难不成陈三千他还有什么后手不成？诸位不必恐慌，大轮回盘乃是先天圣物，小前世知今生，如今只不过是在推演陈三千的前生今世。这便是幼年的大帝吗？天生至尊骨？不对，大帝是以身正道，从未听说过至尊骨啊。他当初确实天生至尊骨，不过后来至尊骨消失不见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不清楚，我第二次见他的时候就不见了。为什么？既然你天生至尊骨，为什么还要抢我的？父亲！修士残暴，凌虐凡人。逃，快逃，逃得越远越好。没想到大帝竟然有这般悲惨的童年。是啊，这恐怕便是大帝后来残暴不仁的原因吧。这些修士不知死活，难道他们不知道修仙者的法则吗？诸位，修仙者不得屠杀凡人，这是陈三千晋升大帝之后才定下。还有一件事不对劲，天骄圣王，您和大帝是亲兄妹，为何到现在都没有见到您的身影？小家伙，看来咱们两个是同病相怜，以后我们就一起生活吧。原来大帝和天骄圣王并非亲兄妹，而是大帝捡来的。怪不得大帝对天骄圣王冷漠无情，甚至要抢走他的至尊骨。如今看来，大帝压根就没把天骄圣王当作亲妹。可即使如此，那两人也是从小患难，大帝怎么下得去手？别忘了，修仙界本是冷血无情，有多少人挡得住对至尊骨的贪婪？难道就因为我不是你的亲妹妹，你就要对我下毒手吗？既然你这般无情，为何当初还要救我？你要干什么？小家伙，把你怀里的婴儿给我，当然是去卖了还钱喝酒。她是我妹妹，我不可能把她给你。这可由不了你。妈，还想跑？你跑得了吗？求求你们放过我妹妹，我愿意给你们当牛做马。废话少说，把小孩交给我。天骄，当时你们并无修为，是怎么逃出魔手的？大帝此刻恐怕也是怕了吧。若是我的话，一定把婴儿送出去，毕竟活着才最重要。天骄，当时我还小，根本没有什么记忆。在我的记忆里，和他有所交集，还是在成年后。
狗的了菜，给老子松手！不松手，就给我打死他！看来此刻大帝还是心存善念的。是啊，在这种情况下还保护着婴儿，根本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。人性是会变的，或许正是因为这件事，所以后来他才会觉得你对他有所亏欠，将你的至尊骨夺走，抢夺你的造化。至尊骨护主，看来这次大帝他们没事了。是饿了吗？万古妖王，这是你？昔日我出山历练，当时身受重创，躲在山洞里恢复。也正是那一天遇到了他们兄妹。大帝不会是要吃了这小蛇果腹吧？看来大帝当时还是太心软了。当初幸好有他在，帮我们寻找食物，还替我包扎身体。如果时光停留在当初该多好。你竟然会说话！我是妖族，当然会说话。你不会伤害我们兄妹吧？你救了我，我怎么可能会伤害你们？这段时间多谢你的照顾，我观你身怀至尊骨，这是我族内秘法，修炼之后你也将会走上一条无上大道。真的吗？如今我伤势痊愈，也是时候分别了。这秘法算是我对你的报答。当初你不该走的，要是你在的话，应该也会知道他为什么变成这样。确实，在我第2次见到他的时候，他已濒临死亡，连至尊骨也被人挖走了。这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？快看，天骄圣王被人掳走了！玄冥宗，把我妹妹还给我！现在的大帝不过涅槃境，竟然杀向一个宗门，他疯了吗？是啊，玄冥宗那2位宗主可是至尊，差了2个大境界，这简直就是自寻死路。但是也没办法，天骄圣王被玄冥宗抓走了。看得出来，当初的陈3000还是疼爱你的，独身杀向一个宗门，这天下怕是只有他拥有这种魄力。为什么？既然你这么在乎我，为什么还要抢我至尊骨？我承认陈3000此刻确实守护天骄，但谁又能保证他没有什么企图呢？不错，我永远都不可能忘记抽取我至尊骨时候的痛楚。老辈，谁给你的胆子，竟然敢向我玄冥宗讨要说法？废话少说，交出我妹妹，否则我灭你全宗！猖狂！一个小小涅槃境，还以为天下无敌了不成？我妹妹到底在哪儿？小辈，我玄冥宗掳孩童千万，练功结束都被丢进万人坑。若是想找你妹妹，去万人坑找吧。天骄！天骄圣王死了？怎么可能？天骄圣王就站在哪儿，怎么可能离世？可刚刚大帝喊的名字就是天骄啊！我要你们给天骄陪葬！至尊骨，你身怀至尊骨？废话少说，你们都去死吧！不愧是至尊骨，竟然以涅槃境和至尊境交战。大帝就是大帝，这种跨级战斗，天下有几个人能做到？天骄，你怎么了？我在想，我是怎么复活的？天骄，你莫不是忘记了，你可是拥有至尊骨。至尊骨，天下第一奇骨，具有死而复生的奇效。可目前为止，我的至尊骨还从未出现过。那应该很快就会觉醒了，毕竟此刻的你三魂七魄还在，否则就算是拥有至尊骨，那也不可能复生。不好，大帝要撑不住了！哈哈哈哈哈！至尊骨，若是老夫得到至尊骨，那就算是圣人之境，也是毫不费力。狗狗，
就算今日生死道消，也要替我妹妹报仇！你竟然燃烧精血催发至尊骨！错！我要让你们所有人偿命！大帝竟然强行提升到了至尊境，这简直就是恐怖如斯！15岁步入至尊境，怕是古往今来第一人吧？大帝虽然胜了，但也败了。不错，玄冥二老陨落，但大帝燃烧精血催发至尊骨，完全毁了自己的道。天骄，别怕，哥哥这就来陪你。对不起，是哥哥没用，是哥哥没保护好你。不可能，他怎么会舍生救我呢？天骄，如意姐，为什么他要救我，还把自己伤成这样？看来是我师尊出手，这才让我和他活了下来。不对啊，按照现在这种情况，大帝和天骄圣王根本没有任何生还机会。不错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快看，是白鹤道人！竟然是至尊体，看来老夫的传人有着劳落了。小娃娃，你愿意拜我为师吗？只要拜我为师，老夫便救你一命。我愿意，只要你能救活我妹妹，那我做什么都愿意。之所以救你，是因为你身怀至尊骨，可以起死回生。至于他，肉体凡胎罢了，就是大罗神仙来了也救不活。这真的是天骄圣王的师傅吗？当然是，谁不知道昔年白鹤道人对天骄圣王喜欢的不得了。此刻天骄的至尊骨还未觉醒，只要白鹤道人察觉天骄的情况，一定会收他为徒的。古东来，此时的白鹤仙人乃是圣人之境，你认为如果天骄拥有至尊骨，会感应不到吗？妖王，按照你的说法，那天骄是怎么活过来的？能说不可能，他不可能那么做，他也不会那么做的。如果把我的至尊骨给我妹妹，那她能活下去吗？你要用你的至尊骨救她，难道你就不怕死吗？要知道至尊骨被拔除，现在的你恐怕活不过10息。没事的，只要她能活下去就好了。你可知道拥有至尊骨未来有多大的成就？多大成就又怎样？我想的只是我妹妹能活着，只要她活着我就很满足了。小娃娃，何必呢？我是他哥哥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老仙人，求您一定要帮助我妹妹，下辈子我报答您。陈三千，不要！好痛，怎么感觉浑身都碎了一样？静守本心，大轮回盘一发启动，绝不能接近，否则将会承受轮回者1/10的疼痛。仅仅1/10的痛感，怎么比我被挖骨的时候还要强烈？因为他那时还小，境界也低。值得吗？你认为如果你们两个情况置换，他会为你吗？哼，这个世界没有如果不是吗？唉，可惜老夫大限将至，否则定要帮你。没必要了，你能帮我救活妹妹，对我而言已经是最大的帮助了。小丫头，以后的路就要你自己走了，哥哥不能陪你了。小娃娃，至尊骨必须要尽快融入你妹妹的身体里。老夫这里有一枚复生丹，结局如何，全看你的造化。天骄，活下去，一定要好好活下去。不要！陈三千，你不配做我哥哥，今日起你我再无情义。
陈三千重创，正是我们斩杀他的最好时机。我与你们同仇敌忾。天骄圣王，大帝确实为你做了牺牲，但他后来变了，甚至抢走你的至尊骨，以至于如今世人不容，所以你不必这般痛楚。那本来就是他的至尊骨，就算是抢回去，那也是应该的啊！我是他从小养大的，我是他用命换来，可我竟然背叛了，甚至亲手镇压他。他不能死，我要救他，我绝对不能我哥哥死！快拦住他，绝不能让大帝脱困！滚开！今日谁来谁死！古东白，滚开！天骄圣王，大帝残暴不仁，若是放出来，天下谁还能存活？我不管，他残暴不仁，他举世皆敌，那是他的事，而我是他的妹妹，愿意和他站在一起。绝不能让天骄圣王放出大帝。不错，若是大帝逃脱，那我们都完了。必须趁此机会，将他们二人斩草除根。脱！常如意，难道你忘记了我们当初的情谊吗？当初如果不是我哥哥，你能活着走出混乱森林吗？够了！当初他对我的救命之恩，我已经还了。你是？怎么，这才分别几年，就把我忘记了？是你？你的伤好重，幸好我用秘法帮你稳住了。谢谢。算了，当初你救了我，现在一命抵一命，互不相欠了。天骄呢？他怎么没和你在一起？还有你的至尊骨怎么不见了？你知道吗？如果不是我使用秘法救治陈三千，那他早就死在玄冥宗了。可他呢？你知道他做了什么吗？哦，这里可能有误会。误会？他追杀我3000里是误会吗？那3000里的追杀让我到现在都心有余悸。若不是我侥幸逃生，早就变成了地狱亡魂了。知道我的九龙灵的来历吗？这是陈三千杀害我亲哥哥，将其灵魂炼化锻造的通灵重宝。他为了得到趁手的兵器，甚至亲手杀了我的哥哥陈天妖。你说他这么对我，我们之间还有情谊吗？不对，如果真的是陈三千做的，那这九龙灵怎么会在你的手里？当然是我和哥哥有着同族血脉，所以在我遇到陈三千后，被我哥哥化作的气灵反应反噬陈三千，这才会被我夺回来的。所以他该死，他必须死！天骄圣王，听见了吗？大帝所做的恶事太多了，就算你想救他，这满天神佛也不会答应。不错，像陈三千这种人不配活在世界上。不过我有一个问题想问妖王，他身受重创，甚至遗失了至尊骨，你到底如何让他恢复修行的？不是我让他恢复修行的，当时的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。他能走到今天，完全是他自己闯出来的。玄冥二老曾经重创天冥宗宗主之子，所以在听说玄冥宗覆灭后，天冥宗便找到了我。不可思议，没想到玄冥宗竟然会被你一个娃娃灭了。小娃娃，你替我报了杀子之仇，算我欠你一个人情。无论你有什么要求，今日老夫都满足你。我想重修仙路，请您收我为徒。老夫承认你天赋不错，但你至尊骨遗失，这已经完全阻断了你的仙路。可笑！堂堂天冥宗宗主竟然言而无信。你，我说错了吗？既然你刚刚说了无论什么要求都可以答应，那现在不是言而无信是什么？罢了，今日老夫收你为徒，全宗资源任你调用。但若你最终依旧无缘仙路，那便别怪老夫无能为力了。多谢师傅，多谢师傅。你就是宗主收的关门弟子？陈三千拜见师父。闭嘴！我不是你师兄，今日我是来领教一下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天才能够让宗主收入这下。这是我天冥宗宗内之事，
你一个外人不得插手。就你这种垃圾，宗主怎么能看得上你啊？废物，尽快滚出天明宗，否则见你一次打你一次。陈三千绝不会离开天明宗。垃圾，你可真是不知死活！就这点手段你都扛不住，还在那装什么？说了，我不会离开，就算是死，那也不会离开。给他点教训，让他知道嘴硬的下场。曾经的天之骄子，落魄到这种下场，可真是惨不忍睹啊！唉，这恐怕就是大帝后来入魔的契机吧。对不起，都怪我。如果不是把至尊骨给我，那你也不会落到这个地步。大帝他先路已断，就算天明宗宗主收了他，在这种情况下又是怎么恢复过来的？玉成大事者必先炼其筋骨，磨其心智，可能正是这样，才会让他走到如今的实力。可仙路想要修复南域登天，就算他天资聪慧，恐怕也费了不少时间吧。你们太小看他了，3年，他只用了3年就重回至尊境。尔等服吗？吾等拜见师兄。三千不愧是本宗的关门弟子，即日起他便是我天明宗圣子，赐天明宗至宝替身傀儡。三千，切莫小看了替身傀儡，只要使用，那便能替宿主扛过一次生死之劫。太恐怖了，不愧是大帝，在那种绝境之下，竟然真的突破到了至尊境。若是至尊骨还在，那恐怕就算是突破圣人境也不是难事吧？妖王，天明宗我听说过，他们的传承是以召唤异象见长，可大帝他的成名绝技并不是召唤异象啊。对啊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知道。您不是一直都和大帝在一起呢？我们很快就会分开了，可不必多问，继续看下去便是。拜见师尊，不知师尊唤我所为何事？三千，本宗对你如何？师尊对我犹如再生父母。好，那本尊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。师尊请说，弟子定当竭尽全力。哈哈，好，本尊命你诛杀常如意。师尊，如意他是我的至交好友，你知道常如意的来历吗？常如意是九幽通天蟒一族的公主。师尊，若真是如此，您更不能对如意出手。九幽通天蟒一族是妖界霸主，如果对他出手，那天明宗也将会面临九幽通天蟒的报复。哼，那不是你该关心的事情。按照大帝重感情的性格，怕是会拒绝周天明吧？不错，要是如果不是妖王，大帝怕是死在玄冥宗了。妖王，最后他动手了吗？师尊，如意是我的朋友，还请您收回成命。陈三千，你敢违抗师命！师尊，你以为你不答应为师，为师便杀不了他吗？师尊，如意到底做了什么，让您这般迫切的要对他动手？不是为师要杀他，是有人要他死。为师之所以找你，完全是因为他对你的信任，所以只有你动手，他才不会有所防备。哼，三千，对方可是说了，只要诛杀常如意，那便会拿出2枚元圣丹。你要清楚，元圣丹可是能够提升晋升圣人境的概率，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得到的。师尊，您说的是真的？为师何时骗过你？师尊放心，弟子绝不会让您失望。好，记住，越快越好，迟则生变。
全宗弟子听令，即刻诛杀常汝义。大帝简直是无耻，他怎么能对妖王出手？妖王可是救过他。不错，大帝简直就是忘恩负义。本王倒是有不同的见解。妖王，难道你忘记周天明的话了吗？周天明之所以选择陈三千动手，那是因为你信任他，因此可以趁其不备将你诛杀。但他并没有，反而是向全宗弟子下令，这应该是在向你示警。苏沐雪，我劝你不要过早下定论。为何这么说？因为他是第一个对我动手的，甚至还追杀的最疯狂。陈三千，你怎么对我动手？废话少说，受死！陈三千，你忘恩负义！陈三千，我可是九幽通天蟒一族，难道你就不怕我做报复吗？只要将你留在这里，谁又知道这里的真相？你，苏沐雪，现在你还说他是在给我示警吗？妖王，大帝简直罪不可顾！你那么对他，他怎能对你赶尽杀绝？为什么？到底是为什么？陈三千，我自问对你问心无悔，你为何要追杀我3000里？抱歉，有人要你的命。是谁？好一个陈三千，你连是谁要杀我都不知道就对我动手，你可真是情深意重啊！没办法，他拿出2枚元圣丹，这能让我提高晋升圣人境的几率。你我之间的情谊，难道还比不上2枚元圣丹吗？大道无情，修仙之路太难了。如果有捷径，谁愿意苦修呢？你，陈三千，你未免太自信。难道你以为凭你一个人能杀了我吗？今日我要吞了你这无义的人手！畜生，束手就擒吧！我天明宗弟子已经包围这里，你身后又是地狱皇权，根本无路可逃。废话少说，你们人类无耻至极，我九幽通天蟒一族不会放过你们！死到临头还敢猖狂，今日老夫亲手毙了你！师尊，这等小事交给我来便可以了。陈三千，我做鬼都不会放过你！妖王，大帝简直人畜不如，竟然把你打入地狱黄泉！道友，地狱黄泉是何来历？看古圣的模样，似乎很厉害。何止厉害，简直恐怖！地狱黄泉，弱水3000，鹅毛沉底，任何生物只要落入，九死一生。师尊，地狱黄泉九死一生，这次常如意死定了。陈三千，你当老夫是傻子呢？你是故意放他走的，对不对？师尊，我……陈三千，老夫命你击杀常如意，你为何要提前示警？如今更是将常如意打入地狱黄泉，这一切都是你的算计，对不对？为的就是能让常如意逃出升天。师尊，地狱黄泉鹅毛不服，如意他不会存活的。陈三千，老夫不是瞎子，
在你出手之时，替身傀儡已被你打入他的体内了。师尊，他是我的朋友，我不能害他。那为师呢？师尊，在我心里，您已经是我的父亲了。说吧，今日之事，你准备如何解释？如意与我情同手足，而您是我的师尊，所以我没办法解释。不过，我可以给您一个交代。你，师尊，徒儿一身修为尽是天明宗所传，今日便将这身修为还给天明宗。师尊，这交代您可满意？你疯了吗？多少人梦想踏入至尊境，你竟然自废修为！我做了不忠之事，自然要受到惩罚。好，既然如此，你从即日起和我天日锦和我天明宗再无瓜葛，以后不要让老夫见到你。怎么会是这样？原来当初他那么做，都是为了我。妖王，看见了吗？我哥哥并没有对你动杀心。我哥哥为了你背叛师门，难道你还要和我哥哥为敌吗？自废修为，这是多大的魄力！是啊，而且我们都错怪大帝了。若是大帝真的对妖王出手，妖王恐怕早就被天明宗镇杀了。天明宗一事，大帝无愧于心，只不过最对不起的就是自己。否则以大帝的天赋，正道又何须那么长时间？妖王，听见了吗？我哥哥无愧于你，你和我一样，对我哥哥充满了误会。妖王，不如你我联手，如此便能救出我哥哥。妖王，切不可听天骄圣王的胡言乱语。我与陈三姬之仇不共戴天，若是你敢放人，那便别怪我不客气。放心吧，虽然他自废修为救了我，但我哥哥被他狙杀炼化这件事，我永远都忘不了。常如意，你忘恩负义，如果不是我哥哥，现在你早就死在天明宗的手里了。你说的不错。妖王，切莫！陈天骄，你说的对，我欠了陈三千一条命。那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点救人啊！陈三千杀我兄长，这是血海深仇，所以他必须死。至于他救我的事，等他彻底隐灭之后，我也会自废修为，算是偿还他曾经的恩情。快看，是白衣圣女苏沐雪。修行者，妖族，放肆！竟然无视本公主！哼！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本公主的仆人了。天啊，你竟然是从至尊境跌落成普通人的，怪不得你敢闯炼狱森林。看够了吗？生气干什么？别忘了，你可是我的仆人。别这么看着我，我和你的情况差不多。从小身体静脉受阻，只能止步涅槃境。我和你不一样，现在的我已经彻底变成废人了，周身气息萎靡不振。大帝说的不错，连续2次仙路被毁，恐怕任人会心态失衡。别忘了，这可是大帝，如果他真的心态失衡，怎么可能会有今天的实力？白衣圣女，
大帝是在你身边恢复过来的吗？不错，当时我告诉他，只要找到菩提古树，那便有希望将自身所有缺陷弥补。而我之所以出现在炼狱森林，也是为了寻找菩提古树。如果是菩提古树的话，确实能够让他重走仙路。这也怪不得他能两落两起。是啊，如果不是我，他找不到菩提古树，更不可能重回巅峰。我苏家也不至于被灭了满门。所以他该死，应该去祭奠那苏家满门的亡魂。你放心，我查阅过资料，菩提古树就在炼狱森林里，只要找到它，我们两个的实力将会一飞冲天。好，那我们一起加油。我决定了，本公主恢复你的身份，不让你当仆人了。这哪里是寻宝啊？我怎么感觉两人在谈情说爱了？是啊，两人命运相差不多，这种情况下最容易有共同语气了。哼，怎么，你们很闲吗？圣女，对不起，我们不应该讨论您的私事。白衣圣女，他们不过是嘴快罢了，至于生这么大的气吗？还是说，你真的喜欢上了他？怎么可能？我怎么可能会喜欢上一个害我全族的恶魔？快看，有人袭击大帝他们！哈哈哈哈！好久没有尝到新鲜肉食的味道了。畜生，你找死！小娃娃，你不过涅槃境，在本王面前还敢嚣张！畜生，速速离去，否则死！天地同寿！我的剑由千年玄冰打造而成，专克你们这种火属性的妖物。这次看你还不死！贱人，我要杀了你！畜生，给我滚开！姐姐。太好了，他终于死了。对不起了，大帝太过分了！白衣圣女可是救了他，他怎么能恩将仇报？聒噪！虽然陈三千做事卑鄙，但做人还你们想的那么不堪。你在干什么？不要说话。快把嘴拿开！赤焰蝙蝠毒性恐怖，这样你会死的。不要怕，有我在，你不会出事的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保护好你的。从小到大，因为体质的原因，家族厌恶我。可我们只不过才接触了不到1个月，就对我这么好。你们发没发现，大帝和圣女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微妙了？圣女，
男欢女爱这种事很正常的。我没有，就算你现在否认，那等下呢？大轮回盘会将陈三千一生全部彰显出来，你认为等下没人会看得出来吗？我承认，你说的不错，我确实爱上了他，这是我这一生最后悔的事情，后悔认识他，后悔和他在一起，否则也不会被他灭了满门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看得出来陈三千也喜欢你，他怎么会对你的家族出手呢？继续看吧，我不想讲和他所经历的事情，那让我感觉到恶心。陈三千，放开我，你自己走吧，我可能要不行了。乱说什么？我们一定可以找到菩提古树的，这样你的毒就能减了。陈三千，能答应我一件事吗？说，别说一件事，就算是100件、1000件，我都会答应。答应我，如果我死了，不要忘记我。我说过，你不会出事的。别怕，我在外面准备些柴火，这样野兽就不会靠过来了。三千，你在哪儿？虽然他未来会来灭了苏家全族，但此刻对你应该是真心真意的。谁知道呢？或许是在演戏也说不定。毕竟现在他已经知道我是修仙世家苏家的公主。妖王，你何必劝我呢？按照你的说辞，曾经的陈三千和你不也是情谊深厚吗？可现在你不还是恨他不死？妖王，怎么不说话了？你说的不错，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，是我梦莽了。天啊，这就是菩提古树吧？看到了吗？上天眷顾，让我们找到菩提古树了。只要我们能够在菩提古树下静坐，那将会有脱胎换骨的变化。暮雪，快跑！这怎么被古树吞噬了？古洞白，这应该由你来解释。菩提古树乃是世界之树，蕴含着上古大道，所以现在两人正在接受菩提古树的传承。只是传承吗？圣女，既然你们得到了菩提古树的传承，那你们收获了多少？我猜测应该是恢复了体质吧。你们太小看菩提古树的能量了。菩提古树百世轮回，能经历过上百世的历练，难道只会有这点机遇吗？更何况它异于常人。你醒了。现身吧。拜见主人。古道友，你竟然是菩提古树！不错，我本体确实是菩提古树。原本以为大帝是天选之人，所以一直都在辅佐大帝。可没想到大帝后来竟然越发残暴，所以按照我的计划推进吧。过段时间我会联系你的。三千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菩提古树怎么会认你为主？还有你说的计划是什么？此事说来话长，先送一件礼物给你。
这是菩提古树的菩提心，只要炼化后便可以突破至圣人境。不行，这种天才地宝我用不上，还是你用来突破圣人境才对。你突破圣人境了？菩提古树以认我为主，所以此刻的我便是菩提古树。这菩提心对我已经没有任何效果了，而且这也是我向你苏家大小姐提亲的聘礼。天啊！大帝竟然以菩提心作为聘礼，这也太奢侈了吧！不错，有了菩提心，那便是保证了晋级圣人境。苏沐雪，我哥哥是爱你的，这你看不出来吗？怎么？难道你感觉不到他的爱意吗？闭嘴！我为什么要闭嘴？我要替我哥哥证明。我想问问诸位，你们谁愿意拿出菩提心求亲？别忘了，陈三千如今已到达圣人境，而且还是股东来认主，菩提心对他而言可有可无。你这是强词夺理！陈天骄，你懂什么？你根本不知道我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只看见我哥哥以重宝向你提亲。你笑什么？我笑你实在是太天真了。他之所以向我求亲，这里面你知道有没有什么阴谋诡计？不可能，我哥哥的记忆摆在这儿，他绝对是爱你的。他爱我，他确实爱我，甚至爱到在向我提亲之时对我苏家出手，让我苏家满门被灭。这里面或许许有误会。苏沐雪，你到底什么意思？误会？这是我亲眼所见，难道还是误会吗？你看过血流成河吗？你亲手埋过至亲的尸首吗？这一切我都经历过，而始作俑者就是你的那位好哥哥。这就是我出手对付陈三千的原因，甚至就算是你陈天骄，曾经也在我的死亡名单上。当初我发过誓，要让陈三千和我感同身受。若不是你也曾遭受陈三千的毒害，那我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你。还有，我劝你不要对陈三留有希望。难道你忘记了他抢走你的至尊骨吗？那本来就是，他终究还是抢了，不是吗？继续看吧，如果我猜测不错，接下来他马上就会对你动手了。晚辈陈三千前来拜见白鹤仙人。不可思议，简直就是不可思议！没想到你的奇遇竟如此恐怖。不过是侥幸罢了。前辈，我妹妹她怎么样？天骄天赋简直逆天，马上就要突破圣人境了。这么快？不错，不过这多亏了你的至尊骨，否则就算天骄天赋逆天，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冲击圣人境。你们说，会不会大帝在看到至尊骨对天骄上王的帮助这么大，所以才会抢回至尊骨的？不错。不可能，我哥哥连菩提心都送了出去，怎么会对至尊骨有啥？哼，他之所以将菩提心送给我，那是因为菩提心对他无用，而至尊骨……天骄圣王，你不懂至尊骨的恐怖之处，而且大帝的还是天生至尊骨。不错，
天生至尊骨的强悍之处，甚至要比菩提心厉害得多。毕竟，那可是能够扫清仙路的所有障碍。前辈，您这是干什么？三千，老夫有一事相求。前辈，您对我们兄妹二人有再造之恩，有什么事情尽管开口便是。是这样的，天骄想要冲击圣人境，需要一些外力。外力？不错。虽然至尊骨对天骄帮助极大，但那终究是外物，所以不能和天骄自身契合。所以老夫准备用天才地宝将至尊骨和天骄彻底融合，如此天骄便可踏入至尊境。原本老夫准备我去寻找那些天才地宝的，可老夫的身体……师傅，前辈放心，这件事我来解决。好，这是我需要的天才地宝。这里有关于他们的所有资料，几乎都被各大世家掌握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将他们寻来。何人敢对我林家出手？小子，你是什么人？传闻林家先祖曾购买过一枚不动肉符，交出不动肉符，我放过林家；反之，好快！太过分了！他为了一己之私，竟然灭人满门！唉，之前我还怀疑大帝抢走至尊骨可能是有什么误会，现在看来，大帝完全就是嗜杀之人。不错，做事霸道，手段残忍，这完全就是自私自利之人。所以，他绝对是想要尽快催发至尊骨，然后抢回来。快看，大帝又出手了！怎能如此肆意损毁他人居所？像他这种人，还会将性命放在眼里吗？哼，现在你还认为你哥哥是好人吗？3年间，接连与众多家族发生冲突，大帝的做法确实太过强硬，这般行事实在太过偏激。是药族，他竟然去了药族。陈三千，前来拜见药族。陈三千，你来我药族作甚？啊，药前辈，晚辈来此是为了借一株药材。借？我怕你是想要强抢吧？陈三千，陈三千，你不必伪装了，如今你的所作所为早已传遍四方。众弟子听令，围杀陈三千！药族不愧是大族，竟然第一时间做出了反应。是啊，看来这次大帝失算了。别忘了，此时的陈三千已经到达圣人境，而药族……是啊，按照常理，药族怎么可能逃离魔爪？快看，药族催动了化天火！如果是化天火的话，那一切就解释得通了。毕竟化生火烧死过圣人。陈三千，这化天火乃是我族传承火种，早已成为药族镇族之宝，向来无人能挡。
啊！这也太疯狂了吧！化仙火竟然没有伤害到大帝。我们都忘记了打大帝能走到今天，可不是一帆风顺。既然陈三千击败了药万晨，为何药族还存活于世？保护族长，让开！族长，你们拦得住他吗？说吧，你看上了我药族的哪样宝贝？前辈，我想借双生地莲，而且我可以给你。多谢前辈。陈三千，东西可以给你，不过我有一个要求，放过药族。只要你放过药族，那我即刻就把双生地莲给你。当然，我知道凭你的实力可以强抢，但我也要提醒你别乱来，否则我会用秘法毁了双生地莲。你笑什么？药前辈，您怎么会认为我会对药族动手呢？你不是屠杀上百家族了吗？怎么可能放过我药族？陈三千，不要在这恶里假模假令，族长不要求他，我药族没有孬种。前辈，看来您是误会我了。哼，误会？那死去的上百家族的灭门都是误会吗？因为他们该死，上京凌驾，残害生灵，甚至以夺灵之法修行。中州李家，他们更是可恶，竟然将孩童炼成丹药修行。前辈，我陈三千虽然不是什么大人物，但也不是什么小人。之所以对那些家族出手，完全是因为他们死不足惜。而药族以救死扶伤为己日，在整个大陆充满了善举，我怎么可能会对药族出手呢？陈三千此次前来只为借药，只要前辈您愿意借双生地环，那我陈三千可以满足任何要求。原来是这么回事，大帝并不是平白无故灭人满门。我想起来了，当时确实有很多人拍手称快，看来我们确实是误会了大帝。妖女，现在你们看见了吗？我哥哥并不是恶贯满盈之人。难道我们真的弄错了吗？妖王，难道你忘记了你哥哥的仇吗？还有你，天骄圣王，你的至尊骨可是被他抢走的。我说了，那至尊骨原本就是我哥哥的，所以他并不是抢。难道你就不想看看他为什么会抢走你的至尊骨吗？还有，就算是他不是坏人又能怎样？我只知道他是我的仇人，所以我绝对不可能放过他。前辈，这些药材够了吗？够了，这已经超出我的预想了。师尊，哥，你们这是要干什么？天骄，准备一下，我们要帮你突破圣人境。有了这些药材，我便可以开始准备了。天骄圣王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陈三千是在你突破圣人境的时候出手抢夺至尊骨吧？哥，你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，对不对？天骄，记住恪守本心，若是这次失败，那对你而言将会是难以恢复的重创。不错，冲击圣人境难度很大，虽然有这么多的天材地宝，但依旧危机重重。放心吧，有你们2位圣人境高手在，我还能出什么事情？这么多天材地宝，天骄圣王实在是太幸运了。确实如此，可为什么到现在为止，大帝为何还不出手？难道要等到天骄圣王成圣吗？哈哈哈哈哈！要成了！前辈，好像不对劲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知道了，
完了，这次怕是完了。前辈，您至尊谷反噬了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至尊谷应运而生，非大气运者不可驾驭。如今至尊谷彻底爆发，天骄显然无法驾驭，从而造成反噬。那天骄会怎么样？轻则身受重创，重则魂飞魄散。是老夫急功近利了，是老夫……那可不可以现在停下来？停下来，依旧会死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妹妹绝对不会出事的。有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三千，你愿意为天骄付出一切吗？当然愿意。如果让他恨你一辈子，老夫有一秘法，可置之死地而后生。但如果实施的话，天骄将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。那就开始啊，前辈。您说吧，需要我做什么？挖了他的至尊骨。三千，动手吧，没有多少时间了。前辈，挖了他的至尊骨，他还怎么活？如今至尊谷对天骄来说并不是机遇，而是一个劫难。可就算如此，天骄他不是依旧会遭受重创吗？正常情况下确实如此，但老夫准备让他转修无情道。无情道乃是无上大道，不过需要封心所爱。他对你的感情很深，所以在这种关键时期，如果你对他出手，那他便会产生滔天恨意。这就是您的置之死地而后生。不错，无情道道法恐怖，天骄绝对可以一鼓作气冲进圣人境。不过只要此法成功，那未来你将会成为他的死敌，甚至不死不休。三千，时间紧急，速速出手吧。好。哥，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为什么？当然是为了我的无上大道。知道吗？就是因为遗失至尊骨，否则我现在都已经开始准备冲击大地了。你可是我的亲哥哥，这么做我会死的。大道无情，既然选择了仙路，我不需要任何羁绊。天骄，他是个疯子，已经断了你的修仙路。师尊，陈三千，受死吧！我要让你血债血偿！天骄，莫要认命！还记得为师曾为你讲述的无情道吗？无情道斩断情丝，你还记得吗？老夫拦住陈三千，你尽快转修无情道。只要你入了无情道，那便是圣人境。前辈，如何了？不行，他还是无法掌握无情道的秘法。那怎么办？三千，你恶人做到底吧。师尊，你……天骄，为师不行了，杀了他，一定要杀了他，为老夫报仇。师父。天骄，你有个好师傅，前辈，多谢了。陈三千，你夺我至尊骨，杀我师尊，今日我要将你碎尸万段！凭你一个废人吗？天骄，对不起了，为了让你进入无情道，我只能这么做。你就是个废人。废人，
你说我是废人？这便是无情道吗？今日我要杀你祭尸！陈三千，受死吧！此地不宜久留，否则我们恐怕会生死相向。陈三千，你跑得了吗？原来天骄圣王晋升圣人竟有这么多的内幕，我忽然有点同情大帝了。大帝为天骄圣王付出的太多了，为什么那么做？我恨你！天骄圣王，大帝为您付出这么多，您还恨他？是啊，若不是大帝如此，您恐怕……我让他这么做了吗？因为要突破圣人境，我失去了我最敬重的师父，又失去了最疼爱我的哥哥。为什么？你们为什么不问问我的想法？哥，对不起，这些年我不应该这么对你的。圣女，妖王，求求你们放过我哥哥，可不可以？只要你放过我哥哥，那我愿意做牛做马报答你们。天骄圣王，我能体会到你此刻对陈三千的愧疚，但这并不能让我同情，因为他杀了我哥哥。不错，他之罪，死不足惜。常如意、苏沐雪，你们若继续对我哥哥出手，那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们。那是以后的事情。尔等是谁派来的？敢对我九幽通天蟒出手！这是你哥哥。当初到底发生了什么？陈三千为何要对你哥哥出手？不清楚。当初我哥哥在外历练，除了陈三千之外，谁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。那继续看吧，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够真相大白了。九幽通天蟒浑身是宝，只要将你击杀，那我等也将会收获颇丰。想杀我，你们还不够格！小心，有东西过来了！不好，他要化形，绝不能让他化形，否则凭我三人挡不住他。长天蟒，这个是困兽所，只要被他锁住，就算你是大罗神仙，也要束手就擒。九幽通天蟒一族不会放过你们，受死吧！阁下是什么人？滚！阁下莫不是对九幽通天蟒的肉身也有兴趣？出门在外都是朋友，若是阁下有兴趣的话，那我们可以瓜分九幽通天蟒。我明白了，九幽通天蟒
乃是上古妖族，无论血肉还是筋骨，都是最上乘的炼器材料。而大帝后来炼制出九龙灵，想必这就是击杀长天蟒的原因吧？对啊，此刻的长天蟒几乎已经到达圣人境，若是与之联手，威力恐怕无与伦比。陈三千，你好狠毒！难道就因为贪图九幽通天蟒一族的肉身，便杀了我哥哥吗？难道你忘记了你我之间的关系吗？陈天骄，你笑什么？妖王，你把我哥哥想得太不堪了。我劝你抬头看看，看看我哥哥对长天蟒出手了吗？他非但没有出手，反而还出手营救你哥哥。退开，别逼我动手！圣人境，您是圣人境？前辈，是我们有眼无珠，还请您放过我们。前辈，这九幽通天蟒是……你要干什么？前辈，我是九幽通天蟒一族的少宗主，只要您放过我，那我愿意献上任何宝物。前辈，您真的要杀我？您放过我了。如今大陆即将变动，速速回到族里去。前辈，不知您尊驾何门何派？我不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人，所以未来想要报答前辈。天明宗，你竟然来自天明宗！我明白了，一定是长天蟒知晓妖王在天明宗受到了委屈，所以才会对大帝动手。是啊，可他没想到大帝实力通天，因此在大帝手中被击杀。这次看来真的是误会了。就算是误会，那解释清楚不就好了吗？为什么还要杀了我哥哥？哈哈哈哈哈哈！原来是天明宗的前辈，看来我们真是有缘。长天蟒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妹妹曾经在天明宗修行。你妹妹是常如意，她在哪儿？您也想要杀了我妹妹？也对，虽然您到达了圣人境，但您终究还有亲人，所以想必是为了击杀我妹妹换取丹药吧，来增添亲人晋级圣人境的概率吧。你怎么知道杀了她就可以得到晋级圣人境的丹药？我当然知道，因为我就是下了对常如意追杀令的幕后指使。我哥哥要杀我！我哥哥要对我动手，要对我动手！妖王，您和长天蟒的关系这般不好吗？若是如此，您何必为了长天蟒与大帝对峙呢？谁说的？我哥哥从小最疼我，这里面绝对是有什么内幕。陈天骄，你笑什么？很简单，想知道有什么内幕，接着看就好了。不过我相信我哥哥绝不会无故杀人。她是你亲妹妹，你却要杀了她。狗屁个亲妹妹，
我们之间没有亲情，只有杀戮。九幽通天蟒一族向来强者为尊，每一代族长都会由族中最强者接任，常如意就是我最大的竞争者，所以我必须赢过他，只有这样，我才能顺利接任族长之位。可惜当初天明宗有人背叛，否则现在常如意早就已经死了。前辈，我知道您的实力恐怖如斯，不如您来帮我如何？你要我去杀常如意？不错，您是圣人境，想要杀他易如反掌，而且我可以提供他的所有消息。你的心可真狠啊！这本身就是弱肉强食的世界，他既然敢挡我的路，那他必须要死。而且只要您能够杀了常如意，那我会给您双倍的酬劳。哎，您同意了？常如意，这次你死定了！前辈，您这是干什么？杀你！你要杀我？知道我是谁吗？你不是天明宗的人吗？不错，我是天明宗的人，不过我是当初救你妹妹叛逃的那个。不可能！当初的你不是被废去修为了吗？那不是你该操心的事。而且就算没有被废修为，那也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到达圣人境。前辈，放过我！只要您放过我，那我绝不会对常如意出手，甚至可以将族长之位拱手相让。哼，相比于放过，我更相信你死了才不会对如意造成威胁。常如意，看见了吗？现在你知道我哥哥为什么要杀常天蟒了吗？原来如此，看来大帝被误会的很深啊。那又有什么办法？毕竟常天蟒是妖王的亲哥哥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谁会相信大帝？现在就看妖王会如何吧。对不起，我没想到我哥哥竟然会要杀我。妹妹，你放心吧，未来我绝对不会让你受到半点伤害。她是你亲妹妹，你却要杀了她！哼，狗屁个亲妹妹，我们之间没有亲情，只有杀戮。陈三千，我与你势不两立！九幽通天蟒一族听令，即日起9天10地追杀陈三千！这么多年，你为什么不解释吗？都怪我，怪我根本不给你解释的机会。就算我哥哥解释，你会相信吗？你心里认定了我哥哥就是杀人凶手。相比于亲哥哥，我哥哥在你眼里，怕不是一个利欲群心的小人吧？不，我会给他解释的。废话少说，如今你已经知道真相，难道还要对我哥哥出手吗？常如意，你要干什么？信了。干什么？当然是放了陈三千。不错，我哥哥今日必须要脱困。休息，苏沐雪，你的事情我相信其中绝对也有误会，不如到时候听我哥哥解释。我只相信我看到的，不要浪费时间。若是大轮回盘不尽快停止，那陈三千真的完了。我在这儿，你们放不了他。别忘了，我们可是2位圣人境。如意姐，帮我拦住他。你看，哪里走？苏沐雪，你的对手是我，常如意，别逼我。废话少说，他不能死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你能拦我到几时。
哥，我来救你了。成了。古东来，给我滚开！天骄圣王，您不能放了陈三千。废话少说，既然你不滚，那我便杀了你。给我破！天骄圣王，放弃抵抗吧！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大帝，无人是我的对手。妖王，你败了。苏沐雪，相信我，你和陈三千之间绝对有误会。我说过，我只相信我看到的。你妖王，大帝罪行罄竹难书，就算他帮过你，那他也不能存活。古东来，圣女，身体无碍吧？没事。你是什么人？竟然敢在我苏家闹事！劳烦通报一下，我想见苏沐雪。你找大小姐做什么？提亲。你来自何门何派？我们怎么没收到有人提亲的消息？我无门无派。哼，那你有什么资格向我苏家提亲？快点给我滚！还不快滚！小心你的狗命！苏家的人太疯狂了吧！竟然敢辱骂大帝！别忘了，苏家可是名门望族，自然不会将一般人放在眼里。如果我是大帝，那这几个家伙早就尸骨无存了。小子，你找死！快来人啊！有人在苏家闹事！何人在我苏家放肆？前辈，我乃暮雪的道侣，今日前来是准备向暮雪提亲。道侣？大小姐从未说过有什么道侣，而且如今大小姐不在苏家，你速速离去吧。圣女，大帝是在这个时候对苏家出手的吗？不是，陈三千对我苏家出手之时，我正在族内闭关。快看，大帝出！这位前辈，暮雪的气息明明就在苏家。哼，那又如何？你以为凭你一个毫无底蕴的垃圾，能入得了苏家的大门吗？进不进苏家的大门，那是我的事情。让开，我要去见暮雪。你找死！圣人境，好恐怖的实力。说，暮雪在不在苏家？在，小姐正在族内闭关冲击圣人境。那为何还要将我拒之门外？说，因为苏家并不答应您和大小姐的婚事。为什么？当初父亲他明明答应我的婚事了，现在，会不会是大帝因为被苏家拒绝恼羞成怒，从而对整个苏家动手？苏沐雪，你看到了吗？是你苏家对我哥哥不敬，所以我哥哥才会出手的。是啊，圣人之身不得欺辱。苏家如此欺辱陈三千，该杀！放屁！就算我苏家将他拒之门外，那他也不该对我苏家动手。几位，我建议还是继续看下去吧，毕竟事实很快就会知晓了。为什么？我与暮雪情投意合，为何要拒绝我的提亲？苏家是名门望族，就算联姻，那也是需要门当户对。
更何况大小姐如今即将突破圣人境，这已经传遍了整个修仙界，甚至已经有上古家族前来苏家提亲了。这么说，苏家是准备将暮雪嫁给那些上古家族？以前或许会，但现在应该不会。毕竟您也是圣人境，相信家族里面会改变主意的。那还请前辈带我进去，我要见苏家家主。3000，长老，陈先生，如今大小姐正在闭关，就算是您进去，怕是也没什么用。我认为您应该等大小姐出关，这样大小姐也会为您说话。您放心，而我也会在这段时间里面将您的情况告诉苏家，以此来提高您提亲成功的几率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这还不简单吗？大小姐是我看着长大的，而且我能感觉到大小姐对您的爱意。放心吧，您短短20年便能达到圣人境，这种潜力怕是无人能敌。所以苏家最后的选择一定是你。那便劳烦前辈了。好，好，好，走吧。这不是谈的挺愉快的吗？是啊，既然苏家有人愿意帮助大帝，大帝为何要对苏家赶尽杀绝呢？不要看我，我说过当时在闭关，对于外界的事情并不知晓。会不会是这位苏长老并未说出大帝的情况，或者苏家拒绝了大帝？按照目前的情况下，这种猜测很有可能。不可能，大长老言而有信，而且那时的陈3000已经到达圣人境，苏家自然十分重视。更重要的是，无论是哪种情况，他都不应该对我苏家出手。继续看吧，都已经到了现在，真相也会很快揭示出来的。前辈，前辈，您这是怎么了？静守本心。苏家完了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死了，全都死了。苏暮雪，看到了吗？你苏家被灭门，和我哥哥毫无忌惮。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大长老当年明明说过是陈3000灭了苏家满门，现在……苏暮雪，我说过这里绝对有误会，现在你相信了吗？可如果苏家灭门和大帝并无关系，为何圣女会误会大帝呢？前辈，暮雪呢？她没受伤吧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谁敢对苏家动手？是大小姐。大小姐冲击圣人境的时候入魔，所以……不可能！暮雪可是有菩提心，怎么可能入魔？我会在这种事情上撒谎吗？快走！
苏家彻底完了！苏沐雪，速速醒来！成功了，小师傅！沐雪，我是陈三千。出手镇压他！此刻的她已经不是曾经的大小姐了，否则你会死的！原来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我，我才是真正的凶手。大帝太爱圣女了，毕竟以他此刻的实力，想要诛杀圣女轻而易举。是啊，不过我很好奇，既然真相是这样，为什么最后圣女会认为大帝是仇人呢？不能继续这样下去了，否则沐雪将会反噬自身。横扫千军！前辈，帮我护法，我来让沐雪恢复神智。成了，成了！前辈，能请您帮我做一件事吗？你要干什么？沐雪很快就会醒过来，我希望届时你告诉他，苏家变成这样是我做的。为什么？没办法，如今沐雪情况特殊，若是告诉他这一切是他做的，怕是会让他一生陷入愧疚。而且现在若是再让沐雪遇到刺激，那他势必会再度入魔。当然，如今苏家已经被灭了，沐雪是苏家唯一的火苗，所以于公于私，相信您都会帮这个忙的。好，老夫答应了，多谢了。放心，只要大小姐度过此次危机，那我会找机会告诉她真相。算了，难道你就不怕大小姐恨你吗？毕竟这可是灭门之仇。恨就恨吧，总比他一辈子活在愧疚之中要好得多。三千，苏沐雪，你可真是令我大开眼界，自己灭了自家的家族，竟然把仇恨放在别人的身上。是啊，明明是我这双手沾满苏家的血，却怪给别人。像我这种人，还有必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吗？我要向苏家、明间、谢家满门谢罪。苏沐雪，你在干什么？那我哥呢？难道你要眼睁睁的看着他死在这里吗？不错，逝者已逝，活人还在。既然现在你已经知道真相，那还愣着干什么？快点去救陈三千啊！圣女，切莫要胡来！让开！大帝之罪，无法饶恕。而且以他的为人，只要脱困那这里的人，那与我何干？放开他！不可能！那就死！股东白实力仅次于我哥哥，助我脱困，否则你不是他的对手。沐雪，小心身后！
圣女，既然你执意乱来，那便别怪我出手了。哼！古东白，你镇压我等，就不怕我等的报复呢？不错，快释放我等，解救大地，否则我们不会放过你。哼！几位，大地绝不能活下去。至于未来你们是否报复，古某并不在乎。我明白你们的想法，你们此刻对大地充满了愧疚，所以才想要释放大地。可大地所犯下的罪行，可并不是只有你们，还有这满天神佛。不错，身为大帝，本应该体恤我等修行不易，可他却对我们赶尽杀绝，这还算得上大帝吗？他这种人就配不上大帝的名号。你说的对，在陈三千成为大帝之后，竟然以中州为阵法，残害万千生灵，他这种人就配不上大帝的名号，所以他绝不能活。你们不要和他们多说废话了，我们三人联手，不信破不开古东白的禁制。他快要坚持不住了，继续发动攻击！哥，等着我，我们马上就能救你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多谢诸位助我一臂之力。你们该死！看见了吗？这便是民意。大帝已经被天下修士唾弃，像这种人怎么可能让他脱困？哥，对不起，如果不是我，那你也不会被控制。陈三千，对不起，都怪我。如果不是我偷袭，以你的实力，就算巨石阶底也不会受创。时间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大帝要冲击地境了吗？事情都准备好了吗？主人放心，只要您突破地境，那我们的计划即刻便可以实现。好。郭道友，大帝说的到底是什么事？他命令我在4大洲布阵。您说的可是噬灵大阵？当初大帝是要布下通灵大阵，可我没想到那竟然是吞噬大阵，是他想稳固实力的卑鄙手段。诸位，对不起，如果我知道真相，那绝对不会听从大帝的命令。古道友不必自责，毕竟大帝隐藏的太深了，所以你也是被蒙骗的。一群傻子！快看，大帝开始渡劫了！这竟然是传说中的紫金神雷！紫金神雷，屠灭万物，这便是成为大帝的路吗？他是怎么扛过天劫的？好恐怖的阵仗，不知道威力如何。哈哈，来得好！太恐怖了！山峰竟然被烧平了！完了，紫金神雷彻底爆发了！大帝死了？怎么可能？若是大帝此刻暴毙，那大轮回盘上的又是谁？大帝真是厉害，若是我的话，怕是早就尸骨无存了。别说是你，普天之下，怕是没有人能够抵挡住紫金神雷吧？快看，云层有变化了！九霄玄雷，这不是大陆创世之初才出现的雷霆之力吗？什么是九霄玄雷？九霄之下，万物皆灭，怪不得大帝要布下噬灵大阵，在这种不死也会重创。这种雷劫下有那么恐怖？据说只要九霄玄雷出现，那便代表着灭世。
灭世，这便是灭世之雷吗？怪不得大地上万年从未出现，如今看来，想要突破大地，简直九死一生。来得好！幸好我经历过百世轮回，否则就凭这一击，便会将我烟消云散。九霄神雷不过如此，今日我倒要领教一下你这所谓的天道！我来也！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我从未听说过有人竟然敢冲进雷劫里面。别忘了，这片大陆已经有数万年未有人成为大帝了。他若是没有恐怖的实力，又怎能走到现在这个地步？古东来眉头紧锁，静静地看向静香。恭祝主人成就大帝。古东来，看来本帝真是小看了你。本帝命你在4大洲布下通灵之阵，以此来提升修士的修炼速度。可你所布下的阵法，为何在吞噬这片大陆的灵气？不光如此，甚至还有不少人被这阵法抹杀。难道你不应该给本帝一个解释吗？古东来，这噬灵大阵不是我哥哥命令你布下的。古东来，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不错，你到底有什么企图？诸位，都到了现在才反应过来，不觉得晚了吗？若我是你们，会继续看下去。不愧是帝境，没想到这么快就被你发现了。不错，这阵法确实有吞噬天地灵气和斩杀修士的作用。你身为上古神物，为何如此？谁说我是上古神物？不错，我是来自天魔大陆的圣树，之所以来到这个世界，完全是想要为天魔大陆的天魔寻找食物。食物？当然，在我的眼里，你们这个世界的修士便是我天魔的食物。陈三千，我天魔大军即将到来，我劝你识相一点，不如和我天魔大军联手如何？和你联手残害这片大陆，你不觉得太异想天开了吗？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，像那些垃圾存活在这片世界，不过是浪费空气罢了。而且我保证，如果你感受一下吞噬人体能量之后，一定会喜欢上。闭嘴！万物有灵，尔等作为岂是正道？何为正道？那不过是用来哄骗世人的。陈三千，我在最后劝你一次，若你执迷不悟，那我天魔大军到来，第一个对付的便是你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便先毙了你！速之戒，大帝不过如此。说，将天魔的所有情况告诉本帝。若是不说，本帝将你挫骨扬灰。陈三千，你果真要与我天魔一族抗衡吗？非我族类，其心必诛。但你以为我就告诉你是在挑战本帝的底线吗？陈三千，我承认你的实力很强，但你以为我就没什么准备吗？为了天魔大军入这片大陆，我谋划上了上万，怎么可能会让你击败呢？你下毒？不错，在你看到我本体道时候，我便已经下毒了。我很好奇，既然你数万年就来到这片大陆，为什么现在才出手？都是因为上一位帝境的龙帝。昔年我偷偷潜入这片大陆，却被龙帝察觉，直接被他镇压。他不光镇压了我，还封锁了这片天地。这就是我一直都在辅佐你成为帝境的原因。只要你成为帝境，那我便可以打开这片大陆的封印。原来我只是你的棋子，不错，人知道自己的命运，那便老老实的帮我，这样你还苟延残喘。我笑你苟延说梦。既然一切的错误都在我，那我今日必要斩你！
陈三千，我劝你不要催动灵力，否则你身上的毒会将你灭杀的。东白，就算今日本帝生死道消，那也要让你给本帝陪葬。就算你杀了我，那你能拦得住天魔军吗？昔日龙帝能做到，我陈千期同样做得到。你疯了！竟然敢燃烧地血！受死吧！树盾！此地不宜久留。哪里逃？弄错了，全都弄错了！所有事情的始作俑者是他。诸位，此人来路不明，今日定要将他拦下。一群泛泛之辈，也敢与我对峙，休要狂妄！你们实在太过轻敌。这片大陆能与我抗衡的只有陈三千，可他却被你们困住。说起来，我还是要谢谢你。如果不是你们的背叛，那我根本没有办法解决陈三千。卑鄙！哥，对不起，我应该相信你的。成王败寇，既然你们现在已经没有能力抵挡我，那我劝你们还是乖乖待命吧。相信我，只要你们臣服，待我天魔大军降临之后，也会给你们留下一条生路。不要听他的谎话，不错，他是想要把你们当做养料，总有一天都会遭到毒手。可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怎么可能翻盘？团结一心，他只有一个人，总不能将所有人控制。不错，只要共同出手，那一定可以找到机会释放我哥哥。对，先一起上！杀啊！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！快，分出一批人去救三位圣王！古东白，待我出去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要将你挫骨扬灰，即刻将你挫骨扬灰。不错，一定要杀了他。你们出得来吗？树之戒！这我说过，如今这片天地，无人能拦得住我。放弃抵抗吧，你们越抗拒，这束缚也就越紧。难道真的完了？算算时间，应该差不多了吧？哈哈哈！来了，终于来了！哥，快醒醒！哈哈哈哈哈哈！陈天骄，
没想到在这个时候，你还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。不过，就算他醒过来，你认为还会帮你们吗？昔日他挖至尊谷救你，可你是怎么做的？在他解毒的关键时期对他出手。还有你，陈三千不止一次说过，你是他最好的朋友。可你这最好的朋友，背叛才是最狠的，甚至重创了他的命脉。至于你苏沐雪，更不用说，在我号召背叛大帝的时候，你可是首当其冲啊！最可笑的就是你们这些人，竟然连调查都不调查，便跟在我身后摇旗助威。更何况如今大轮回盘即将结束，所以就算你们向陈思谦求救，他能脱离控制，能醒得过来吗？古东白，你这盘棋下得好大。你竟然醒了！哥，你没事了，快杀了这个畜生！不错，大帝，快出手吧！我看你们真的是疯了，大轮回盘之下寸草不生，难道这一切你们都忘记了吗？古东白，别忘了我可是大帝之身。这不可能！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哼，古东白，你太高看自己了。既然我已经知道你的阴谋，你认为我还会束手就擒吗？大轮回盘是龙帝留给本帝的传承，怎么可能会斩杀本帝呢？你从始至终都在算计我。不错，不过这也没办法，毕竟如果不找时间化解身体上的毒素，那对本帝来说始终是个威胁。不可能！就算你是大帝之身，想要化解毒素，也需要一定的时间。可能你并不知道大轮回盘的效果吧？它的能力是追溯时间，能将时间转化上万倍速。解开禁制了。哥哥，放弃。陈三千，陈三千，当初是他们背叛你，你还要帮助他们？还有这些家伙，他们都是一群忘恩负义的家伙，还不如让他们自生自灭。你知道大帝的含义吗？大帝守护一方世界，自我成就地位，这方世界便已经是我守护的责任了。大帝人心万古，你哥，古东白这个卑鄙小人罪该万死，快点杀了他，以绝后患。不错，否则他将天魔引来，便麻烦了。现在对我动手，是不是太晚了？我天魔一族即将降临，尔等最后都会变成我们的口粮。陈三千，我承认你的实力很强，但想要杀我，怕是……你不足为惧，这便是大帝之威吗？哼，死得好！现在先不要管他了，还是想办法解决天魔吧。不错，我已经感觉到那黑洞之后的恐怖了。别忘了，我哥哥现在已经是大帝了，
对付天魔还不是轻而易举。别小看了天魔。根据我族传承记载，上一任大帝便是因天魔而死。天魔这么厉害，连上一任大帝都不是对手。这么说，我们真的没有活路了吗？早知道这样，当初我们就不应该相信股东来的话。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这就是天魔！还未降世就有这么疯狂的杀意，我们根本不是对手。还望大帝出手屠魔！还望大帝出手！你们在干什么？连上一任大帝都没办法，我哥哥能拦得住吗？天骄，哥，我不能让你涉险。可上一任龙帝并非因天魔而死。可是股东白他，我都能轻易击杀他，更何况龙帝呢？那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龙帝的寿元到了，解决股东来是随手做的，而后封锁这片天地，才会透支了寿命。这么说，只要将这片天地再度封印，那这些天魔便不足为惧了。太好了，我们不用担心了。封印只能是延缓天魔入侵，所以未来依旧还面临着危机。那你杀光他们，一劳永逸。他们要冲进来了，保护好自己。哥，燃我大陆者死！诸位道友，这片大陆并不只属于大帝，如今大帝只身对抗外敌，我等也要出手。不错，我等要守护家园，愿随大帝安然。杀了他！哥，我们来帮你了。好，今日我等便杀他们个片甲不留。不愧是大帝，这攻击力太恐怖了。那是自然，毕竟可是数万年才诞生出来的大帝。莫要分心。3年了，大帝带领天下修士征战已经3年了，不知道那里的战斗现在怎么样了？好恐怖的威压！难道大帝他们遇到危险了吗？快去通知巡天剑，若是有异祸降临就糟了。速去通知天下至尊境修士前来修补封印。是。完了！拼了！天魔受死！何人敢对大帝放肆？大帝回来了！那天魔当然是被大帝击溃了。即日起，天下再无天魔之威，尔等散去。大帝，那您呢？是啊，大帝，我们还想要追随您呢。既然大陆危机已除，本帝也要退隐了，这方世界就交给你们了。不行，
你是大帝，这个世界需要您，还请您。大帝呢？哥，你可不能欺负穆学姐，要不然我可不会放过你。丫头，你打得过我吗？再加上我呢，